你睇緊嘅係 Music Theory Daily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要做出 SLS， 即係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， 打開小鈴鐺同埋 follow 翻我哋嘅 IG， 以接收我哋最新嘅樂理知識啊！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Cat。上集我哋曾經講過，音符嘅時值佢會隨住不同嘅拍子記號而改變。咁休止符呢？上集嘅小測驗，我哋曾經提過休止符佢係表示停頓，但係其實停頓只係佢嘅其中一個作用。雖然休止符冇聲，好似休息緊咁，但係佢哋其實都好重要㗎。因此就等我嚟為大家解釋下啦。請注意，休止符佢並唔係代表瞓覺。其實除咗呢堆我哋喺 Lesson 2都見過嘅休止符之外，有時候我哋喺樂曲上都會見到一啲停頓多過一個小節嘅休止符。例如呢一個佢係停頓4個小節，呢個佢停頓15個小節，而呢個甚至要休息21個小節添啊！咁樣表示，原來休息有時並唔係休一陣，而係高達好多個小節嘅時長。呢類嘅休息記號通常會喺 ensemble， 例如 orchestra、percussion 或者啲 chamber 上。總之呢，喺需要同人合奏嘅情況之下，都比較常見。但係當觀眾以為佢哋冇嘢做嘅時候，先係考驗佢哋清醒狀態嘅開始啊！通常喺合奏嘅 ensemble 都會分為不同嘅 layers， 唔同嘅 layers 就好似畫畫一樣，我哋會有深淺色差嘅程度，而樂曲呢，佢都係一樣。我哋會透過一啲強弱記號或者係休止符，我哋會將一啲比較喺背景 layers 嘅樂器停止演奏，畫上休止符嚟凸顯 melody 嘅樂器嘅演奏。有時候當佢哋 unison 嘅時候呢，唔同嘅樂器發揮屬於佢哋自己嘅聲音特色同埋和聲，就會變得好 harmony 啦。當被畫上休止符嘅樂器，佢哋休息緊嘅時候呢，其實佢哋並唔係真係休息啊。相反，佢哋係比其他演奏中嘅樂器需要打醒更加12分嘅精神，去提醒自己到底幾時我需要入返去呢一首歌入面，否則就可能會連累埋其他樂器，甚至影響整個演出。而呢一首樂曲呢，都可能會演奏得有少少唔係好似樣啊。因此我哋可以得知，休止符佢可以作為樂曲嘅停頓，亦都可以幫助到音樂嘅層次。呢首係好著名嘅樂曲，佢係 Mozart 嘅 Symphony No. 40 in G minor K550。我哋會見到呢首歌有好多層次，而喺唔同嘅段落呢，都會有唔同嘅樂器擔當主角同配角。當中我哋會見到 violin 通常 leading instrument， 而 flute 嘅層次通常後少少，有時會作為一啲點綴或者伴奏。而 horn 呢，佢係間中先會出現，好多時候都係休息緊。所以啊， horn players 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數足拍子，要知道幾時要入啊！此外，休止符仲可以表達到動機嘅句式。
呢首係貝多芬嘅 Sonata No. 3 in C Major Opus 2 No. 3， 佢係一首非常之 virtuosic 嘅樂曲。我哋會見到喺唔同嘅 movement， 喺一個主題句出現之後，佢都會有個 rest， 咁樣表示休止符其實佢有時候佢係可以用嚟表達一個動機嘅句式，或者一個主題句嘅結構。除咗一個普通嘅停頓之外，其實休止符嘅出現亦都可以幫助一首樂曲嘅表達。試想像下，如果一首歌佢冇休止符，佢就會好似雞啄唔斷咁連綿不絕。但係有休止符之後呢，原來佢可以有一啲 expression 嘅作用。例如 program music， 佢就係透過音樂去表達一啲故事。當我哋想要演奏呢啲故事嘅時候，我哋就要需要留意到底佢每一個記號所表達嘅意思，點樣可以令我哋將個故事呈現出嚟。而其他一啲普通嘅音樂呢，我哋都可以諗下呢首樂曲佢表達緊嘅係乜嘢。呢首歌係一首好出名嘅歌，亦都係好多初學鋼琴都會彈過嘅樂曲。呢首歌佢係講一個洋娃娃，佢本身瞓緊覺，但係突然之間鬧鐘響啦，要準備將佢嘈醒，佢即將要跳舞啊！所以喺第二段結尾嘅部分，我哋見到鬧鐘同鬧鐘之間有個 rest 停頓。當洋娃娃被嘈醒之後，佢就興奮到跳舞啦。鬧鐘準備響起啦！鬧鐘響啦！跳舞。所以我哋會見到第三段嘅時候，佢嘅拍子標記變咗做 Allegretto moderato， 洋娃娃好興奮、好輕快咁起身跳舞。下一首我哋要介紹樂曲，佢係一啲來自歌劇嘅歌曲。其實話明歌劇，佢亦都好似 drama 一樣，不過佢係用咗一種歌唱嘅形式去表達一套戲劇。喺 opera 入面，我哋經常會見到有好多 aria 詠嘆調。aria 就係一啲表達緊角色佢對當時劇情入面佢嘅心情嘅樂曲。唱歌就好似表達緊佢嘅心情一樣。所以呢，一啲 opera singer 佢哋係非常之需要代入個角色，思考到底角色嗰首歌佢係表達緊乜嘢心情。而喺分析嘅時候呢，除咗每一粒音符、拍子、強弱記號同埋一啲特殊嘅記號之外，我哋需要連休止符都考慮在內。例如呢一首非常之著名嘅詠嘆調，佢叫做 Lascia ch'io pianga， 真係非常之出名，因為呢首歌佢嘅中文名稱係讓我哭一吧。因此佢係一首非常之能夠代表到休止符喺 expression 上面嘅重要性。而喺樂譜上面每一個休止符，佢係代表緊我哋喊緊嘅時候可能發出嘅一啲喘氣聲，或者佢係代表一啲眼淚、一啲淚珠。我哋可以想像下，我哋喊嘅時候有時候都有啲咁樣嘅抽氣嘅聲音，而休止符佢所表達嘅就係呢一種喘息、哭泣、絕望同埋無助啦。我哋可以聽下。
此外，我哋有時都會見到休止符，佢可以代表休息整個小節嘅意思。當我哋想休息成個小節，無論佢嘅拍子記號係乜嘢都好，我哋都可以用全休止符去代表。至於休止符嘅時值，其實佢嘅時值嘅原理同音符係一樣，只係我哋將個 chord stem tree 由音符改咗做休止符。因此，當拍子記號係 chord change 等於一拍嘅時候，同樣地向上數我哋需要倍大，而向下就要倍細。因此1乘2等於2，所以分休止符係2拍。2乘2等於4，所以全休止符係4拍。同樣地向下數，1除2等於0.5，二分一，所以8分休止符佢嘅時值係0.5拍。而0.5除2等於0.25，所以16分休止符喺呢度嘅時值佢係0.25，四分之一。由於休止符佢嘅時值，佢同音符嘅原理係一樣。為咗等大家唔會覺得我哋好侵氣，所以呢，我哋決定先喺呢度展示休止符喺唔同拍子記號上佢哋嘅 stem tree 同埋佢哋嘅時值。大家可以對照翻上一集我哋音符嘅時值，然後可以作出個對比。如果大家依然係唔明白，可以喺樓下 comment。或者可以要求我哋可以為你度身訂做一個新嘅 video，專去解釋呢一個關於休止符喺唔同拍子記號上面佢哋嘅時值。我哋好樂意為大家去做呢件事，所以大家記得唔好猶豫，有咩問題都可以好歡迎咁問我哋。因此，我哋亦都想捉緊一啲時間去講一講到底點樣去畫休止符。關於畫音符，好多人都可能會識畫，就算本身唔識畫，都可以跟住個模樣嚟畫，因為佢只不過係需要將好似一粒豆豉再加凍，或者加多一點。但係休止符就唔一樣啦，休止符佢係比較變化多端。而且就好似執筆寫字一樣，我哋都唔知應該喺邊一畫開始。由全休止符開始，我哋會見到佢好似一頂調轉嘅帽一樣。當我哋要畫上五線譜嘅時候呢，我哋由下面開始數起，喺下面開始數起嘅第4條線嗰度畫，好似蜘蛛俠調轉咗一樣。而2分休止符呢，就好似一頂披薩黑帽啦。我哋畫喺五線譜嘅時候，我哋由下面開始數上去，畫喺第3條線上面 stick 住喺度。而到咗4分休止符，我哋可以聯想佢好似哈利波特嘅閃電記號，又或者好眼瞓嘅儀式標誌。畫嘅時候，我哋要留意。我哋需要順住筆畫，由上而下咁樣畫落嚟，最後加一個 C 字，係 ABC 嘅 C， 咁就完成啦。喺五線譜上面畫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由下數上去，第1、2、3、4，第4個 space， 我哋可以由第4個 space 開始畫落嚟。畫到去第2個 space 中間，最後畫翻個 C 字。要記住個 C 字唔好掂到第1條線，我哋只係需要將個 C 字畫到去第1個 space 嘅中間，咁就足夠啦。之後到咗8分休止符或者以下嘅休止符記號。8分休止符好似一粒蝌蚪，所以我哋首先畫咗粒豆豆先，加條尾巴，再加洞，咁就完成咗啦。至於畫喺五線譜上面嘅時候，
我哋可以由下面數上去。同樣地，我哋會見到由下數上去有4格。畫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由第3格開始畫起粒豆豆，然後將一棟畫到去掂住第2條線。而至於16分休止符呢，同樣地，我哋需要按住筆畫咁，先由豆豆嘅方向開始畫起。畫完2粒豆豆之後，再加多一棟，串起佢哋，咁就畫完了。而畫喺五線譜嘅時候，同樣地，我哋都可以數下五線譜上面嘅空間。我哋可以由第3個格仔開始畫起粒豆豆，畫喺第3同第2格，之後就畫一棟，穿起佢哋，掂住第1條線，咁就畫完啦。今集我哋刻意為休止符製造咗一個專題，介紹咗休止符嘅作用、休止符嘅時值，同埋休止符嘅畫法。如果大家有咩唔明白嘅地方，都歡迎喺樓下 comment 話返俾我哋知，我哋將會好樂意回答你嘅問題。我係阿 Cat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